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4年赚13亿，和冯绍峰离婚后的赵丽颖为何不要儿子的抚养权？赵丽颖为何不要儿子抚养权？4年赚13亿，位居福布斯中国艺人榜排名第4。如此有钱的赵丽颖为何不要儿子的抚养权？据悉，赵丽颖在北京的家是坐落于太和价值8000万的独栋别墅，被评为亚洲10大豪宅之一。豪宅内除了高档的家具和独到的设计外，还拥有一个比篮球场还大的人工湖。而人家在上海的房子豪华程度也不容小觑，仅地理位置就正对着东方明珠，据说只是粗略统计就高达上亿。除了给自己置办房产外，赵丽颖还曾大手一挥给父亲送上了价值500万的劳斯莱斯，她的保姆车也是114万的埃尔法，有钱程度可见一斑。作为已经跻身一线的女星，赵丽颖除了剧本片约不断，还一举拿下了迪奥、浪琴2大高奢代言，同时也是被各大杂志争抢的宠儿。可就是这样人美多金、事业有成的她，却在和冯绍峰离婚后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。这个消息一经报道，赵丽颖立马被贴上了不负责任的标签。但真的是她自己放弃的吗？赵丽颖离婚后，曾和张碧晨一起做客中餐厅，作为常驻嘉宾的明镜看到她后，立马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惊讶。因为两人早年因录制综艺《偶像来了》认识，所以心直口快的明镜立马就将自己的震惊说了出来。而这看似正常的一幕播出后，立马就引起了热议。原因无他，只因这个问题的时间点掐得太准了，于是就有不少人猜测明镜问的是赵丽颖离婚的事情。不过细心的网友联系上下文后，就发现那些猜测可能是对明镜过度解读了。其实他震惊的是赵丽颖再次参加中餐厅录制，毕竟在上一季中餐厅中，赵丽颖可是被节目组恶意剪辑成一个好吃懒做的人。话说回来，其实赵丽颖放弃儿子的抚养权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就拿她和冯绍峰的家庭来说，赵丽颖出身农村，因为工作性质，她肯定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孩子。虽然她可以把孩子交给父母照顾，但相比起冯绍峰家的背景和教育资源，明显逊色了不少。所以尽管赵丽颖现在的身家早已是普通人不能企及的高度，但和起步本就高于自己的冯绍峰来说，还是差了些。而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教育，她才会选择对抚养权放手。不过尽管赵丽颖没拿到抚养权，但从网友偶尔拍到她和儿子出行的视频可以看出，她和儿子感情还是很不错的，这或许也是一种圆满吧。最卑微的时刻，这是赵丽颖最自卑的时刻。早年还没名气的她参加芭莎慈善晚宴时，被安排在了前辈关之琳、姚晨的身边。因为不熟和辈分原因，此时的她显得有些拘束，大气不敢喘地端坐在一旁，几乎没有怎么和前辈社交。或许是因为当初赵丽颖的发展路线也是偏向于流量路线，还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作品，所以面对专业过硬的老戏骨时，她自己也多少有些自卑。所以等到赵丽颖和姚晨等人被主持人邀请上台时，她也只是默默地跟在姚晨身后。而气场强大的姚晨，不知道是不是瞧不上流量明星，全程并没有给赵丽颖多余的眼神，不由得让人感叹，老戏骨是多看不上被资本推动的流量演员呢。就拿某届金马奖上的名场面来说，当时张曼玉和刘德华受邀担任金马奖的颁奖嘉宾，为章子怡颁奖，可张曼玉却连连拒绝给章子怡颁奖，并且奖项还没颁完退到了后面，徒留刘德华一人尴尬。而张曼玉之所以会这么做，并不是耍大牌，而是因为她看不上章子怡。此前张曼玉受邀参与了张艺谋导演的《英雄》，彼时的她早已是影后级别的大咖了，而章子怡却只是一个刚走红的某女郎，并且因为这个身份，她还被各种加戏，惹得其他几位演员都有些不快，其中就有张曼玉。不仅如此，
众所周知，当初章子怡为了成名，不惜穿着红肚兜出席国际电影节博眼球，就连她拿好莱坞入场券的名额，都是靠为成龙接提子、喝红酒换来的。有过节加三观不合，这也就是张曼玉不愿意给她颁奖的原因。此前迪丽热巴获得金鹰奖时，也遭受了不小的非议。当时为她颁奖的2位老戏骨，看到她的名字后相互推脱的样子，属实让现场的气氛尴尬不已。原因无他，知音让迪丽热巴获奖的作品是豆瓣评分4分不到的《漂亮的李慧珍》，而和她打擂台的是在大爆剧《鸡毛飞上天》中的演技派樱桃，《我的前半生》里的老戏骨袁泉，以及在《欢乐颂》中拥有不俗演技的刘涛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把这届金鹰奖称为水漫金山的原因。而时隔几年后，樱桃再次凭借《人世间》入围金鹰奖并且获奖后，众人还不忘把她的全场欢呼和热巴的迷之气氛做对比，这也足以见得老戏骨们对待流量派和演技派的态度。赵丽颖领养剧组流浪狗，看到赵丽颖将剧组流浪狗带回家时，《西游记》白龙马流下了羡慕的眼泪。此前赵丽颖拍戏时，曾2度遇到拍摄时用到的道具狗拍完戏后被抛弃的情况。人美心善的她在剧组发现这只流浪狗后，二话不说就将其带回了家，还为狗狗取名为毛球。自从领养了毛球以后，赵丽颖每次出门拍戏都会把毛球带在身边，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，她也会将毛球妥善安置。一转眼，毛球都已经陪伴赵丽颖9年了，后者曾直言自己早就把她当作是家人了，会照顾她一辈子。而比起毛球的幸运，其他在剧组里充当道具的小动物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就拿《西游记》中那匹驮着唐僧取经的白龙马来说，事实上它才是真正的经历了9981难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这匹白马原本是部队的一匹军马，因为军马通灵性且素质比一般马好，杨洁导演为了拍摄便恳请部队将马卖给剧组。起先团长也十分不舍自己的战马，但杨洁导演几经游说后，他还是忍痛割爱将马卖给了剧组。之后的几年里，这匹马就跟着《西游记》剧组辗转全国20多个省份拍摄，期间还受过不少伤。在苏州拍摄时，他因不小心踩空跌落水渠摔伤，之后在九寨沟瀑布时又失足卡进乱石沟，如果不是被牧民发现，他早就命丧于此。可就算这样，他还是坚持到了9981难的结束。可对于白龙马来说，戏里的磨难结束了，戏外却还在继续。因为剧组拍摄完后，就将他连同其他道具送进了无锡拍摄基地。由于有了名气，白龙马并没有在此安享晚年，而是被当成了赚钱的工具。他每一天不仅吃不饱睡不好，还要被迫接待游客。只要游客给钱，不仅能和他拍照，还可以骑上白马，最终导致白龙马惨死马棚。无独有偶，1993年导演姚守岗拍摄电影《犬王》时，其中有一幕需要一只军犬叼着炸药包向前冲的画面。为了追求电影的真实性，姚守岗将借来拍戏曾屡立战功的军犬口中的道具炸药包换成了真的，直接将军犬海龙炸成了碎片。为了所谓的电影艺术性，竟然直接炸死一只立过功的军犬，简直就是丧尽天良。但后来导演姚守岗在谈及此事道歉时，还一副笑嘻嘻的样子，同时还不忘为自己的自私冷血找借口。但是为了这个影片，必须要死一条狗，还必须要选出一个军犬来，别的狗还做不出来。看得不少网友热评，现在网暴他还来得及吗？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，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被称作是人。